今天画这一朵好不好？画这一朵，这一朵叫做手按红，它其实长得跟那个魏子是一样的。魏子大家都知道，四大名花的这个摇黄魏子的魏子。那我们今天就画这一朵。这朵花我把它搜出来的时候，它叫做这个手按红。其实它跟魏子长相是一样的。我们之前画的那个魏子。也是这么样子，只是说这朵花它稍微正面一点。我们之前画的是侧面，它的一个圆在上面，这个大花瓣在这个下面。但是这一朵它是比较正面，所以说它的大花瓣在这个周边都会有稍微正面一点的这种绣球型的花，正面的绣球型的花。以后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画多一些这个正面的绣球花，因为以前我们画的都是这个，上面是一个球，下面是这个大花瓣的。那后面我们会，这个姿态上会更多的一些姿态，像同样的一种花型，画多一点这种姿态。好，这朵花大家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哈。首先还是给大家分解一下。好，今天这朵花哈是这样子，中间的这个圆哈，以前我们画的是不是这样子？上面一个球，然后下面这里是一个大花瓣，是吧？这个是一个绣球型的类型。那么今天我们画的是同样的这个花型，但是呢它不一样。它今天这个圆在这里，然后它的这个周边的花瓣它会这样子来哈，它会稍微正面一点点，所以它会体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它把这个方向又移了一下，看到没有？它这个是侧面，然后这个是稍微正面一点对着我们，它这个在这个姿态上它有移动。假如说你把这朵花，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花，没办法去给大家去比划，但是大家能够我这样子画出它的这个透视的这种感觉，你们能够想象出它的这个姿态没有？能想象出它的姿态没有？能吧？应该可以。这个是这个是侧面的，那个正面，这个就是正面的。这个是侧面，这个是正面。好，我们把这个两个的话，这朵花我们把它分为两层去画。那就这个第一层和第二层哈，第一层、第二层，我们通常开始画的时候，肯定是先画这个第一层。那第一层和第二层这个花瓣，两个花瓣它完全是很大的区别，完全不一样。它这个花的特征。花瓣第一层的这个花瓣它是什么？是小的，是不是？是小的。然后颜色呢？颜色是有深有浅啊，颜色它也是深的，它整朵花都是深的，当然里面也有浅的。然后物象它有虚有实实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实的。这朵花基本上很少虚的啊。第二层这个花瓣它明显是大的哈，然后颜色它也是深的，当然深中也会有浅，但是浅的比较少的。然后物象它也是实的，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然后大家分解一下它的颜色，你们从这朵花上能看到什么颜色？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第一个，我们底色还是其实这朵花其实很少用的底色，基本上不会用到底色，只有在这个上面这一点点会用到一点点底色啊，我们稍微调一点点底色。我们还是调一点点这个太白和三绿啊，太白加三绿稍微调一点点，用到不多，用到很少。大家看到了牡丹红、大红、胭脂、太清蓝，那我们就用这个牡丹红，今天用这个牡丹红和这个玫瑰红。如果说没有牡丹红，就用这个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
那再用一点紫色。这个是今天的颜色。那今天的我们的构图，我们还是画这个4尺4开的这个作品，4尺4开。那我们先把这一朵花可以随便找一个位置，第一朵花我们位置随便找哈，可以画到这个稍微左边一点点，不要画太右边了。然后可以从这里出叶子。那从这里也可以来一个花苞，我们今天这个花苞从这里来。大概这样子哈，今天这个构图这样子4尺4开的，然后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个中上这一张纸的上面，然后从这个地方出枝，这两边长一些叶子，然后从这边出一个花苞，2个相依，一个大一个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大概一个构图是这样子。刚才有朋友说还有太庆蓝，好的，那再加一个太庆蓝。你们想要用到的颜色，我们都可以用上去，这个没关系。这个是4尺4开的这个小作品。好，这个绣球型的，大家记得需要分解花瓣吗？好，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我们调出这个太白加3绿。好，这个是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要用的颜色把它挤出来，牡丹红、曙红、胭脂、紫色、胭脂，还有这个什么紫色太庆蓝。好，我们先调这个牡丹红，好久没有用牡丹红了，我们一直用的是这个玫瑰红。其实牡丹红和玫瑰红的颜色非常相近哦，但是这个牡丹红会调起来会更加好调一点，玫瑰红它调起来会很多颗粒感。好，我们这朵花的颜色它比较深，所以我们可以把颜色多调一点。既然这朵花是比较深色的话，我们就多调一点，没关系。像浅色的话，我们就薄薄的调一层；如果深色的话，我们就厚厚的调一层。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曙红，蘸一点曙红就可以了。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花瓣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蘸一点点胭脂。一点点就可以，胭脂要慎用，不要用太多了。胭脂用太多了，它会有点花。好，我们先来画一下这个小花瓣啊，第一层的花瓣。我们画一下这个第一层的花瓣。那第一层的这个小花瓣啊，这个碎花瓣，其实它跟那个跟我们画这个画这个紫藤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用哈。紫藤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小的碎的花瓣。这种小的碎花瓣，它没有一个一定的，它没有这个正反瓣的区别，它就是各种姿态。你的笔，你能画出多少种这种形状，多少种这个姿态，你就画出多少种姿态。就是大胆的各种各样的笔法，各种各样的形状、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你去组合，有大有小，就这么去点哈，你就随意的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写字一样的，写书法一样的，有这个撇，有这个捺，还有这个撇，还有这个点。
还有这个题，那还有这个横，还有这个什么竖。那各种各样的姿态，就像你写字的这种笔法一样，各种各样的姿态，你去点去组合。你组合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关系。大关系是什么？这个花瓣有小有大有小，颜色是有深有浅，物象是有虚有实。这个实里面是有虚，实里面要有虚，虚里面有实。我们所讲的这个深，所讲的这个大，所讲的这个实，它里面都有这个大里面是有小，小里面深里面是有浅，实里面是有虚。只是说我们在看这个物象的时候，这个我们表达我们写出来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是比较多。好，这个是那个小花瓣，那我们画一个小花瓣的组合啊，画一个小花瓣组合。像这朵深色的花，我们加底色的时候，我们就刚开始蘸一次底色就可以了。如果你在笔上干了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加水了，可以直接加水。好，我们画一个这个组合。那这个组合你可以随意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所有的这种花瓣，你可以随意的去组合。但是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好，你看这个笔上，现在我的感觉干了，你们蘸这个水分的时候，你们怎么蘸都可以哈。我是用这个勺子来。好，我们来画一个组合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碎瓣组成的一个组合。那大的里面偶尔会有这种小的，大的会有小的，各种各样形状，你就这么去点它，你就这么去点一下，拉一下都可以。你画的时候可以很随意的去画，可以这样子很随意的去画，明白吗？看画的很轻松，很随意，就这样子去画。然后画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大小，你看这里会有一点颜色，又有点开始慢慢的浅一点点，要有这里颜色又浅了一点点，是不是？那这些虚的我们就这样子去点它。好了，这样子很随意的，它一个组合就出来了。这上面的这种虚的边缘，这种虚的，我们就去点它，直接去点它，这样子一个小的组合就出来了。其实画这种绣球形的花，就是这个花瓣，没有正反瓣，它没有这个严格的这个正反瓣的这个画法。那么这个大花瓣，还有它下面会有一些这个大花瓣啊，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推过来，推的时候你可以停顿一下再去加笔啊，这样子推过来，这样子推会推出这种花瓣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和边缘来，这样子这个花瓣它才会显得自然。推完之后我们可以回一下笔，趁这个笔上的有一点点颜色的时候回一下笔，表示这个感觉这个花瓣的这些褶皱的这种感觉。好，这个是推出来一个大花瓣，像这个大花瓣一般画了一个这个大花瓣，这个笔上就干了，它这个毛就撑开了，是不是？毛撑开了，然后加一点水啊，笔上干了，我们再加一点水，加了水之后，我们再来调色，继续调色。
来3个颜色依次的调出来。还有我们这个大花瓣，还有这种滚出来，拿这个笔侧锋，这样子滚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有一种这个提按的这种动作，可以稍微的提一下，提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也是一样的，有这种不规则这种边缘。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花瓣的时候，颜色调饱满一点。还有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点它，点啊，点。那点多了它也成了面，是吧？点多了它就成了面，它这种花瓣也会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也是很好看的。好，还有这个大花瓣，还有我们再示范一些这个大花瓣啊，大花瓣其实也很重要，如果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画的好看，它这整朵花也会好看。大花瓣有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根部开始画，2笔来组成。那2笔组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什么？注意什么东西？注意这个两笔的大小，这边大啊，这边大，那这边要小，这边要小。我们画的时候，这里可以带点勾，因为这个花瓣它到最后它老了，这个大花瓣它是最开始开的，会有一点点这个卷起来就会形成一点点这种勾，所以它也是这种姿态，这些小的这种细节也是能表现这种花的这种姿态。好，现在没有水了，我们加一点水啊，我用这个勺子加水。好，这个大花瓣我们刚刚从根部开始画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边缘开始画啊。来一笔，加一笔啊，也是2笔来组成这个大花瓣。这个是几个大花瓣的组合。当然我们在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也要画一些这种小花瓣。好，我们把它拉高一点，把这个分解的这个图，分解的你看我这画了2个。今天这个是告诉你们，我们以前画的这个绣球形，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姿态，是上面一个球，下面像裙子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花瓣它有点转过来了。假如说这支笔，这个是这个球，这个是那个裙子哈，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姿态，那这一个呢，它就是这样子哈，有点竖起来的这种姿态，正面这个球是正面朝我们的这个球哈，这个绣球今天是掉了一下头，它有点正面朝我们可以开始画今天的这个作品了，好不好？